怎么就你这么磨叽呢？你的钱是钱，别人钱不是钱是吧？我快给我弄进去，你80%都没有，信不信？我当年怎么给你扶上来的，我就能怎么给你安下去。你看什么？周大哥。哟，小保姆吗？大哥，我不是小保姆，我叫张世兰，我纯给我姐帮忙的。您在我姐的事儿上真是帮了大忙了，我给您买了点东西。知道您有钱，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点心意，补补身体。哎呀，说你姐也是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你都自己亲哥一样的。不是我姐，是我给您买的。那我姐想不到的事儿，我不得替她想着点吗？上次英子回来就一再交代，这房子不能给他们。这个房子是学校分给我的，我有权决定。闹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拿过来。反正你说破天，房产证我也不会给你，这房子有我一半呢。那我就把我这一半送给他们。爸，你胡说什么？怎么了？英子，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？你回来的正好。你知道你爸要干什么吗？他要把咱们家那老房子送给刘明他爸妈。凭什么呀，爸？我当初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不许再和他们来往，不许把这个房子给他们。你以为我愿意送给他们吗？可不是你惹的祸呀！你怪得着英子吗？啊，你自己脸皮薄，他爸妈到学校说你点闲话，你就绷不住了，非要把咱们家的老房子给他们，封他们的口，有你怎么办的吗？你拿过来。爸，不许去啊！你们今天要是敢把房子送给他们，我就磕死在这儿。你说这孩子，这个脾气像谁了？你看看，哎呀，你说说，你把人家赶出来，老两口没地儿住。今天学校领导都来找我了，爸爸是要脸面的人呐，道理你都知道，我们待人以德，是不是啊？刘明是有问题，但是和他父母没有关系。给我房产证，你不得给我！干什么呀你？你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你闺女都快被人逼死了，你还替害我的人说话。从小教育我待人以德，待人以诚，我得到什么了？如果我不是听你们的，如果我知道提防，我何以会被他们家人害成这样？刘明走以前，不光转走了我们全部的财产，他还背着我借了500-600万的私人贷，500-600万。他背着我把我们俩的房产做抵押，从银行贷了1000万，就直接转到美国去了，带着别的女人一起生活，而这一切让你们的闺女承担。现在所有债主都扑过来了，差点把我给撕了，房子被银行收走了，4、5家的私人贷围着我催债，他父母都知道这些事情，就这么害我，你还待人以德？他们是人，我不是人是吧？英子，英子，有次早告诉我们的。我跟你们说这些干什么？我跟你们说了，只能让你们着急上火，最后你们俩都倒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跟他们这样的人犯不着。这两个老家伙，竟然这样欺负我的闺女！我找他说理去！爸，算账去！爸，你别去了，爸。爸，我现在已经弄得差不多了。他妈妈要是一个讲理的人，我也不会落到这一步。
你们别去了，你们去了只能有失自己的身份，还把自己身体给气伤了。如果你们俩再气出什么好歹，那我就真的不要再活了。你爸就是鱼，你说你这时候你还管他们那2个老狗干嘛呀？先管好咱们闺女儿。没事妈，我京北没房子人多了，不差我一个，啊。而且啊，我跟那些死人贷的债主已经达成协议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那些剩下的钱拿回去，然后我再把我那辆车卖了，就一次性都能还清了。银行那房子，顶多就是收不回来了，但不会产生新的债务。别怕，只要还有口气儿，一切都能解决。爸妈，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，我罗英子再重新开始就是了啊！咱们别再跟他们家人来往了，我也不希望再节外生枝了。您放心吧，刘明儿他怎么吃进去的，我将来让他怎么吐出来，我会让他们家得到他们家应有的报应。刘明的妈，爸，你还有脸来电话？我这个有。别生气。喂，是我，怎么了？我回我们家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别想了，准备收拾东西，再次搬家吧。真不要脸，还好意思来电话。爸，你怎么了？老罗，赶紧去拿药啊！去拿药，等着。没事啊，我们到医院了啊。哎呀，真对不起啊！你看，在这种时候还给你添乱。爸，您说的什么话？您都一把岁数了，还为我的事着急成这样。自从你出事之后啊，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中国的家文化也有不对的地方。一家之内，无对无错；一家之外，皆为他人。刘明算不上有出息，可是我觉得人还是靠得住的。所以，当时我把你交给他的时候，我还是放心的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爸，您别说您想不到了，我天天和他生活在一起，我都没想到。就算他给我上了一课吧，如果不是对我做这么绝，我可能也没有成长这么快了。我女儿长大了。爸，其实我在外面已经很少哭了，就是见到您和我妈，这眼泪就止不住。爸，我以后在这世界上，就只有您和我妈了。为了我，你们俩也得保重好身体，别再这样了，太吓人了。我会的，我和你妈都会的。不用不用，妈我来，挺沉的。我可以的，妈来。哎呀，英子，日子都是人过的，只要你努力啊，肯定会越来越好。
就算是万一碰到什么不好的，你就回来，有爸妈呢。妈，我来。妈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。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，闺女就有个家，就算被人欺负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所以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！我走了，妈。放心，爸妈永远守着你啊！保重身体，妈。注意安全。好，您回去吧，妈。您回去吧，妈。瑞哥，哎呦，热心群众又来提供线索了。吃早餐了吗？分你一半。不用，你吃。啊，我听说你们又办了一个抢劫杀人案嘛，我过来看看，犯罪嫌疑人用不用请律师？什么嫌疑人啊？我们都布控1个礼拜了，当场就给摁住了，就是罪犯。瑞哥，说话得注意点，只要法院没宣判，人家就是嫌疑人啊。你怎么说都成，等到时候移交了，你再想着怎么挣代理费。成，没事了吧？我走了啊。别，吴航，吴航，可真行啊！这案子比我还上心。不是你们不紧不慢的，我这代理合同没法落实啊。我前前后后花那么多时间精力，我不得挣钱吗？咱这关系真的，你给我透露一点，让我有点盼头。跟你说了，我就违反纪律。警察办案肯定是事无巨细，该排查的人也都排查了，该问的也都问了，那怎么就把这吴航的嫌疑给排除了呢？他有不在场证据吧？是不是？这事儿你就别管了。我走了。别，我知道你没有纪律，我说你听着行不行？行吧？我这两天看了钱爱莲的这个卷宗，发现这尸检报告里边说，凶手是左手持刀杀人，这也是你们锁定王大福是嫌疑人的原因之一吧？那现在既然排除了吴航的嫌疑，也就是说，他惯用右手，我推理对不对？说话呀，哥！我是。你这真行。哎，罗小姐，哎，我看咱这车好像也没跑多少公里，是吧？对，这个也就跑了不到3万吧，这个就更新了。正好开的时候了，这卖了可惜了嘛，这不？嗨，没办法，家里有点事儿。师傅，您开个好价钱吧。马路杀手，哎，哟，你呀，怎么你也破产了？怎么会呢？我日进斗金，我打算把我这车卖了，买辆更好的。哎，罗小姐，谢谢了，你这前面这不是原车期呀，这得折价呀。罗小姐，刚才给您的报价就是我们能给的最高的价钱。您这个车况是挺好的，也没跑多少公里，但没办法，市场就这样。就算您1公里都没跑，这车到您手里，这就是二手车。您要是觉得价格不合适，要不您去别家先问问。算了，我同意，咱们签协议吧。哎，行。啊，好，我知道。罗小姐，认识我们经理？不认识啊。是这样，
我们经理刚才说了，在这个的基础上，再给您加5万块钱。您认识那个人吗？啊，跟我们经理说话那个，那是我们车行的律师。行，那我们就签协议吧。谢谢你们经理啊。好。哦，您的手续啊，今天办不完，明天啊还要再来一趟。真臭，什么洋洋啊？瞅瞅你们几个，天天打牌。梅阳，高兴点。你于哥，梅哥，你那个男人太不是东西，办的这叫人事吗？谢谢你。你李哥，妹子，别轻饶了他，休打官司，我们哥几个都给你作证。好哥，妹子，你多保重，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以后需要钱的时候给我支一手，利息保证比别人低。不敢不敢。爽快。你华哥，妹子，有事说话啊。哥几个大点声，钱收着没有？收到了。九律，合同收到没有？哦，收到了。行了，今儿这事儿到这儿就了了啊！晚上我安排。最后一项，拍照留个纪念。行。九律，你拍。来，过来。别走，妹子，你来，这钱不你出的吗？你站这儿，来，别了。慢点啊！慢点，妹子。哎呀，英子，你这社会贷款也算解决了，看看，你以后也是有大哥罩着的女人了。不是，你看这像被罩着的人吗？这跟被绑架了似的，特别怂。现在我们新能源有零首付活动，我知道，我就奔这来的。罗小姐，我们贷款有1到5年的，您看您选择哪一种？哦，不用看了，我5年那种就行。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现在白色那款没有现车了，您看红色，您要不要考虑？就红色吧，就这台吧。好的，马上为您办理。做义无反顾的信徒，心无旁骛，可总会有弯路，多一些脚步，黑夜只是清晨的雾，接受一切枯萎重来，我有我的明天等待，会不慌不忙。早。走。变样了。早。走。早。早。小泉儿早。走。哎，老英子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。你没事了？没事了。你今天好漂亮呀！还行吧。明天过去吧啊。怎么样？天哪！你的卷宗，你不怕他们说你招摇啊？怕什么呀？老娘就得体面的活着。走了。可这么看着我行不行？行不行？200万啊，我就出谅解书，这刘大怀就能逃过一死。不，你这当事人多重？80、90，合着多少钱一斤啊？你说您德高望重这话怎么能从您嘴里说出来呢？人的生命是无价的。啊，那你跑来跟我说什么？这不是你聊这价钱吗？这。嘿。哎，您好，那个一杯日本式。
牙花子都看见了。没有，是转过来，转过来，真是把嘴合上。这没事。韩主任，抱歉，不好意思，最近家里那事儿刚处理完，我就说回来上班来了。陈律师好。好，哎，车真漂亮，红色的，一艳。那不是托你福吗？让我处理2辆破车。不是你今年请假加起来有7、8天了吧？那个，但是我工作上不是没耽误吗？您交给我那些案子，不是都在家里做了吗？好。那韩主任，你们先忙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拜拜。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就该让私人大夫给逼死。什么？这你不知道吗？什么呀？她老公搂着小三儿跑了，给她流了一屁股的债。哎，不是，你应该知道的呀。那房子不是你替银行打过去的吗？我是说，这哪像背着一身债的样子呀，是吗？这种人，死要死得漂亮。没好套，你着什么急出院呢？嗨，你看，医生都同意了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？你也得好好休息。哎，你看这有学生还真好，哎，他们真帮忙啊。老师啊，我们是直接过去吗？同学们都在等着呢。我先回趟家，去取点东西吧。哎，好。你刚出院，你要干嘛去啊？去下老房子。今天呢，我要为咱们女儿办件大事。好，你们都来了。嗯，好。英子，别说话啊，你好好看看，你爸今天要给你干件大事儿。摄像机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刘教授，全程录像。通知派出所了吗？通知了，他们一会儿就过来。到那之后呢，我是先礼后兵，我先请他们出去。如果他们不出去，你们就把他抬出去。好。但记住啊，千万不能冻伤他们，而且语言和举止都要文明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好，郑家来了，快请坐。坐。请你们不要侮辱亲家这个称呼。亲家，哟，这是干什么？啊？刘一丁先生，岳秀清女士，啊，鉴于你们一家对我女儿的恶劣行径，现在我要收回这所房子的使用权，请你们即刻搬出我的房子。哎，这讲不讲理了啊？我说亲家，是你女儿把我们在京北的房子给卖了，我们没办法才住到这儿来，对不对？你和我女儿的纠纷，这我知道，今天不说，你们自己去处理。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我的，请你们即刻搬出去。切，哪有这个道理？这，我是亲家，啊不，罗教授，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，对吧？即使让我们搬，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点时间呀？就是，我一天都不想等了，请你们即刻搬出去。没门啊！你让住就住，你让搬就搬，凭什么啊？我就不搬！你把我抬出去吧，我就不搬。怎么着，亲家母？你说句公道话呀！
岳秀群女士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房子的使用权是我的，我想让你们住你们就住，不想让你们住就不准住，请你们即刻搬出去。不搬就是不搬，怎么着吧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把他们请出去。不讲理了还干什么？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不能这样，有话好好说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来人呐！要出人命了！怎么这要出人命了！这不是这样的啊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太不像话了，讲道理！你们干嘛？你们太不像话了！太不像话了！干什么呢？怎么回事？警察同志，你看看啊，他们这么多人非法侵入我们家。警察同志，我叫罗炳文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这是产权证，您看。我现在呢，不想借给他们住了，想请他们搬出去。他说的是事实吗？这个房子是他的，可是他女儿把我们在京北的房子给卖了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所以才住到这儿来的。京北的事情你找京北的警察，我们管不了那一段。房子是人家的，人家不让你住了，你就得搬出去啊。那可是，那不能说轰我们就轰我们，我们里面东西都没拿呢，也得有个时间吧。这样，冷静，先生，你的房子既然不让他住了，那东西让他搬出去。警察同志，您先别走，您看着他们把东西都搬出去，您再走。罗教授，能不能再多给我们1个月的缓冲期？我1天都不想等了。如果你们不搬，警察同志您作证，我就要封门了。不，马上搬。今天谢谢你们了，回去吃午饭吧。哎，中午加一个菜，用我的卡。谢谢老师。走吧，那吃饭去，走。再见，师娘再见，再见，谢谢啊。师娘，我先上车等你们。哎，好。老罗，你快过来，你在拍什么呢？闺女一直看着你呢。啊，哎呀，爸，英子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我好多了，你看看。爸爸今天啊，把刘明的父母亲啊给请出去了。我找了8个学生，4人抬1个，给抬出去了。不啊，对的，是9个，还有一个全程摄像啊。我怕他们以后啊会乱咬我们。我看见了，爸，我全看见了。爸，我打今儿起啊，我谁都不崇拜了，我就崇拜你。爸，我爱你。爸爸替英子出了一口恶气，爸爸要收回以前教育你的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以德报怨。当然了，爸爸也不希望你睚眦必报。爸爸希望你啊，以直报怨，啊，用你的正直、勇敢，去对付那些无耻之徒。听见了吗？我记住了，爸。嘿，戴个墨镜又不是盲人，怎么还不认人呢？上车。我不与流氓为伍。就为房子的事儿，你至不至于啊？咱们大家都是法律人，还不明白各为其主的道理啊？有事跟你聊，上车。
开门。可以，当你靠垫都成。来，来吧。刚买的你就坐，多幸福。陈律师，各位旗主是不错的，但出违法的主意，那就是缺了大德了。不解释，不解释。别那么冷淡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听，这故事跟你有关系。跟我有关系。你的事儿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会是又想着帮银行怎么害我的吧？被害妄想症晚期了，你没救了啊！开始了啊！有一个青年啊，年少丧父，自己的母亲呢是一个老师，从小吧就把他当五好学生一样去培养。这孩子也是争气，学习成绩特别好，为人谦逊，而且自我约束能力特别的强。这么说吧，看到前面的红灯了吧？估计他20岁之前都没闯过。可是呢，自从他离家上了大学之后，整个人就彻底的变了，旷课、挂科、抽烟喝酒、去夜总会，而且还追夜总会的小姐。他用自毁的方式来对抗他妈妈。哎，我也这么想的。你也这么想的？那算了，肯定还有别的原因。哎，别呀，和著名的陈硕律师有相同的判断，你一点都不丢人。罗女士，你听我接着给你讲。他呢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为了还债吧，他居然去兰亭雅舍这样的地方去当，你懂的。你在调查那个案子啊？没有啊，我就是爱八卦而已。你继续听啊。他虽然在那儿只是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可却在这段时间里边，他邂逅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女人。还认识了钱爱莲。是，而且他去钱爱莲打工的餐馆去打工去了。那肯定是追着钱爱莲去的。但如果他是你说的那个人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忍受去饭馆打工挣散银子呢？所以啊，那警察调查过他吗？我找我公安口的同学了解了一下，他们没给我明确的说辞。可是呢，我看了卷宗，卷宗上面写的是凶手是左撇子，但他不是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我这人爱推理，我就想啊，这钱爱莲应该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女孩，年少的时候因为哥嫂的关系没有继续读书，早早辍学，就跑到社会上来混，沦落风尘，肯定很压抑一个人啊。那她跟之前的这个男生，两个压抑的人在一个风月场所相遇之后，他们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他们的情感又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？这个极端的男人会不会吓到钱爱莲？而钱爱莲呢，她究竟怕的是哪个男人？而你跟我说这些是干什么的？那你觉得我跟你说这些是干什么呢？你勾着我去调查呗。我告诉你啊，钱爱莲是你的当事人，她不是我的。笑什么呀？那个上次在停车场，我跟老薛，你能看出来我俩是想坑你是吧？我傻呀，就你们俩一唱一和的，跟唱二人转似的，你以为姐会上当吗？姐？什么姐呀？傻的姐吧？陈律师，请你放尊重一点啊。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你调查来的？啊，要不然呢？我是律师，我不是警察，我在家待着，谁给我提供线索？所以你就处心积虑的给我挖了一坑，结果你自己先跳下去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像是，不是我就是好奇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只要我想起来就心痒痒，我想它有个结果。好同志，革命尚未成功啊，年轻人继续努力，前面右拐你给我停就行了。不说回律所呢吗？还有我没跟你说完呢，我没有当福尔摩斯的瘾，右转停车，我还有事要办。还要去哪儿送你们？
陈律师，不管是不是你说的这个人，那个凶手此时此刻正在自鸣得意呢。你要是找不着他，他就看不起你。还记得当初我跑王大福那案子，你怎么嘲笑我的吗？您是大律师，不是警察，坐在家里或者跟我磨嘴皮子，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线索的。继续加油吧，陈律师，我看好你啊，或者等着看你笑话。什么意思啊？看我笑话？哎，吴航，哎，拿着啊。张哥，啊，有个退价。哦，行，好嘞。哎，慢点，吴，东西摔坏要给人赔钱的，小心点啊。我这两天看了钱爱莲的这个卷宗，发现这尸检报告里边说，凶手是左手持刀杀人。那现在既然排除了吴航的嫌疑，也就是说，他惯用右手。裴老师，你去钱爱莲打工的餐馆再查一下，吴航上次打架是谁把谁打的，有没有受伤什么的？姐，今天下班挺早啊，路上不堵。饭好了，洗手吃饭。好。兰兰，咱们家怎么有股烟味儿啊？还有啊，我都晾半天了。有人来啊？也没谁。那谁，周老板啊？周老板来我家干嘛呀？不是，他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的呀？不是，我不在家，他干嘛呀？干什么呀他？是这样的，姐，我上次我不就说要给周老板，买点东西谢谢人家吗？然后我就给他买了点东西，去看了看他，还顺便托他给我弟找了个工作。结果人家真是人特好，就给我办了。今儿来告诉我信儿的。姐，你赶紧洗手吃饭。不对，兰兰，等会儿。先不说你这个事儿做的怎么着啊，就是如果你让他帮你办事儿，那他要给你回复，给你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？他干嘛非要来我家呢？那我不是谢谢人家吗？就请人家中午过来一起吃了个饭。反正姐你中午也不回来，我不影响你。兰兰，你这样就做的就不对了。我不在家，你怎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允许就把别人带到我家里来呢？姐，不是你之前一直说谢谢周老板，感周老板的恩，那我请人家来吃饭，你还不愿意？两回事儿。我感谢周老板，并不代表着我要跟他建立紧密的关系，而且我跟他之间要保持什么分寸的关系，那是我和他的事儿。你在我家里，你不可以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别人带到我的家里吃饭。我把姐姐当亲姐姐，姐你拿我当外人。兰兰，首先呢，我们俩毕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，对吧？但就算是我们是亲姐妹，那亲姐俩在一个家里面，她之间也有分寸的。反正张若兰，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在家里发生第二次。知道了。王队下班了。哎，拜拜。哎呦，陈大律师，你这是接我下班啊？臭美吧你！热心群众提供线索，你要不要？
你说吧。案发前1个月，吴航也在钱爱莲打工的餐馆打工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客人喝大了，调戏了钱爱莲，这吴航就不干，俩人就干起来。当时餐馆老板呢肯定是说好了，不是人家吴航打客人，是客人用碎玻璃瓶割伤了吴航的手，人还跑了。老板挺差劲的，不想承担医药费，所以说是吴航打的，才把人给开了。你们可以去医院查一下就诊记录，当时缝了10针，所以案发的时候，吴航的右手没好呢。我能做的就这么多啊！不在场证据那是警察的职责所在，上点心。你够执着的。那没办法，哥不想被人看笑话。案子破不了，我们才被人看笑话呢。行，走了啊。忘了，换车了，差旅费没少挣。走了啊。嗯。宝儿，你下来一趟，钱爱莲的案子有新线索，我们要出趟外勤。来了。记忆里许多事情用过去，过去，我们多有默契。失去的所有人里，最怀念自己。不痛不惧，用沉默来代替错过的我，没多说一句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天生会乐观的人群，总在夜深人静自语，永远相信明天的和结局是我的超能力。为一个劫翻山越岭，走很远才惊觉已过去。雨过天晴，怎么算公平？歇斯底里的事，离开不必非要证据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错过你也成为风景，没做好有什么要紧？若世界显得